近日，墙内一名抖音博主发布了一段极其敏感的视频，希望国际社会空投武器对抗暴政。更震撼的是留言区里赫然出现的5个字：活捉习近平。这5个字恐怕正好戳中了习近平最敏感也最恐惧的神经。那么他到底在怕什么？他怕的是一个字，一个谐音，甚至一个节日。补习不行，演习不行，除夕也不行，因为在他的恐惧里，这些都能被联想到除夕。当一个统治者什么都要避讳，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安全感已经彻底崩塌。也正是这种恐惧，正在把整个社会一步步推向对立面。而更致命的是，真正让习近平夜不能寐的还不止这些，还有4个招招致命的死穴正在同时收紧。习近平其实已经站在了一个回不了头的临界点上。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在这段震撼的视频中，画面里没有领袖，没有标语，只是暗示中国民众希望国际社会帮忙空投枪支弹药，人民要拿起武器反抗暴政。视频很快获得众多网友的点赞留言，都盼着这一天的来临，让子弹赶紧飞起来吧，枪在手，跟我走。甚至还有人直接写下打进北京城，活捉习近平。他清楚地表明，大陆民众心中的怒火早已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被压抑，反复累积，如同在地下翻滚多年的岩浆，如今终于找到了裂缝，开始喷发，反西情绪已经失控。活捉习近平这5个字，对外界来说或许只是极端的口号，但对习近平本人而言，却是对历史的直接召唤，一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昨日重现。正因为如此，任何能让他联想到威胁、动乱，甚至仅仅是谐音暗示的东西，都会被视为隐患。也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安全感之下，才会出现外界至今难以理解的一幕。传言只因补习和补习同音，这2个字竟被无限放大成某种象征性的危险信号，最终演变成一场政策重锤，3000万中国人的饭碗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习近平砸得稀碎。时光回到2021年夏天，所谓的双减政策横空出世，但后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减负，这是清场。一夜之间，教培这个行业从香饽饽变成过街老鼠。在此之前，它是什么地位？教培是中国第2大就业引擎，超过房地产和互联网。根据当时中国企业家的统计显示，中国校外培训机构超过7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另有统计数据说，1000万人仅是 K12 的，整个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达到3000万人。也就是说，3000万人要吃这碗饭。习近平怎么就心血来潮，直接一纸政策落下，没有过渡期，没有缓冲带，3000万人的饭碗就这样瞬间碎了一地。习近平下狠手的原因，一个内幕消息近日出现在网络上，标题就很直白：习为什么打击教培行业？内容更加直白，截图里写道：打击教培，习的借口是减轻家庭负担。显然习没有这个好心。据可靠消息，真正的原因，大量教培机构另一个名字又叫补习班，与补习班同音，犯了忌讳，让习近平非常烦恼。这全国遍地的补习班，像是在暗示什么？更可怕的是，这种联想并非玩笑，这让习近平产生了严重的安全焦虑和心理困扰，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寝食难安，最终下定决心重锤砸下。这一切听起来荒谬吗？是的，荒谬，但又荒谬得令人不寒而栗。网友纷纷表示，听着很荒诞，但真的有可能，因为共产党不会为百姓好，打击教培的理由宣传的是减负促进公平，我选择不相信。
完全有可能习气量狭窄、小肚鸡肠、无恩义。这种事听着怪诞，如果他来做，一点也不奇怪。他做的荒诞的事情还少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完了。3000万人的人生，不是输给市场竞争，而是输给2个字和1个人的恐惧。可能是真的，补习这2个字，在比较官方一点的文章中，都已改成了学习了。有关补习的内幕消息，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习近平还有其他类似的荒唐举动，演习都不让用了，除夕也不让过了。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元气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生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用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在口袋里，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1天1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下单，输入大食局，享受主持人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快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2022年8月2号，官媒新华社发布所谓的环台军演公告时，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一个长期使用、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词突然不见了——军事演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略显生硬的新说法——军事演训。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不是一家媒体的临时调整，几乎在同一时间，大陆网络平台开始集体校对口径，原本铺天盖地的演习，一夜之间都改成了演训了。甚至在几个主要的中共喉舌网站上，网友搜索演习2个字，发现相关报道也基本消失了。这种操作很难用技术调整来解释了。于是各种猜测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是不是演习里的那个习字又一次踩中了某种无形的红线？毕竟在一个连谐音、影射、联想都可能被视为威胁的体制里，字从来不只是字。有人私下调侃说，这恐怕不是军事专业的升级，而是避讳机制的升级。更有网友直接开启了黑色幽默，干脆改成演戏算了，既成功避了讳，又更贴近实际情况。一句玩笑却戳破了所有人的心知肚明。当政治恐惧大到需要躲开一个字的时候，真正被演练的恐怕早就不是军事，而是忠诚和服从本身。当演习因为一个习字被悄悄改成演训之后，很多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一件事，在这种高度敏感、层层放大的避讳逻辑下，任何字词只要能被牵强附会地联想到习，都可能被视为隐患。避讳开始蔓延到日常生活，甚至直接闯进了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于是，另一件更离谱也更激怒民众的事件发生了。2023年底，官方宣布大年30不放假，这个决定几乎瞬间引爆舆论。除夕向来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是团圆、祭祖、守岁的象征。
结果却被一句冰冷冷的行政安排直接抹掉。人们在愤怒之余满头问号，这是抽的哪门子风？很快，更诡异的消息传了出来，有内部通知显示，接上级要求，2024年2月9日当天，严禁各大媒体与网络平台使用除夕一词发表作品与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改用大年30。直到这一刻，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不在放假安排，而在那2个字本身——除夕。因为在某些人眼里，除夕的谐音等同于除夕，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节日称呼，突然被赋予了政治风险；一个本该属于家庭和团圆的夜晚，却硬生生拉进了权力的避讳清单。但讽刺的是，这种操作不但没有消音，反而彻底点燃了民间的逆反心理。本来没有人会把除夕和除夕联想到一起，结果这么一进，等于官方亲自给出了联想方向，于是越忌讳越被提起，越封堵越被放大。海内外开始出现各种反讽声音，有人呼吁除夕当天大家一起发除夕快乐，也有人调侃每年除夕家家都要开宴席。观众朋友，今年除夕您准备怎么过呢？一句句玩笑背后其实只有一个现实，当一个政权开始害怕节日，害怕谐音，害怕一个字的时候，他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语言，而是人心。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大陆社会已经全面崩溃。新高地在 X 平台上发表最新文章，点出让习近平致死的4大死穴。第一大死穴，海外资产公布与冻结。中共权贵转移大量资产到海外，是个人退路和保证，是维系红色精英忠诚的隐形纽带。现在外部的打击方式是民主国家要联合公开冻结中共裸官的海外资产，等于直接摧毁红色精英的利益链。2025年，美国相关法案要求公开包括习近平及其家族、政治局成员的海外财富细节，并为未来冻结铺路。制裁扩及高层亲属，党内恐慌不断升温，因为他们的后路要被断。资产一旦公开，民众愤怒，精英倒戈，恐怕要同步爆发，引发政权信任危机。习近平的补救措施无法阻止国际情报曝光，共同富裕的叙事在权贵圈中彻底破产。第二大死穴，网络防火墙被推倒。防火长城是习近平统治的资讯命门，它的作用只有2个：对外隔绝真相，对内监控思想。一旦这道墙被技术突破，或被国际行动掀翻，被压制多年的讯息将瞬间涌入，所有被禁的话题、被掩盖的真相会在短时间内全面曝光。真正让北京夜不能寐的是马斯克的 Starlink 卫星网络。北京已经把 Starlink 明确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它不需要本地基站，不受国界审批，可直接绕过防火墙，让中国用户接入不受审查的全球网络，等同于对中共审查体系的一次空降斩首。中共资讯封锁将被一次性击穿。一旦中共的防火墙倒塌，或者 Starlink 在中国形成事实覆盖，结果只有一个：全民翻墙，谎言曝光，意识觉醒，社会动荡将成为不可逆的连锁反应。第三大死穴，沉船计划遭到全面破坏。沉船计划是指中共高层在危机时转移资产、移民海外的末日逃生策略，通过“一带一路”等渠道实施。美国牵头破坏，将彻底切断这一退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到了2025年，权贵的逃命通道正在被一条条封死，因为国际社会开始动真格了，一边要求公开中共高层的海外资产，一边升级金融监管和制裁，让这些钱想转也转不走，想藏也藏不住。一旦这条命门被彻底掐死，红色权贵的第一反应就是保命自救。到那时，党内会出现一个集体动作，把所有的责任通通算在习近平头上，
指责他独断专行、清洗异己，导致国家陷入绝境。习近平将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失去所有的政治根基，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可能被党内集体决策悄悄抛弃，或更惨烈的结局。这个逻辑很简单，船要沉了，第一件事不是补洞，而是把船长推下海。第4大死穴，中上层军官的集体觉醒。每个军人其实都只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到底是在为谁打仗？中共常年故意把这个问题搞乱，把党等于国家，党等于人民，习近平等于共和国家，再把反共说成反中国，把反独裁说成反党，目的只有一个，让军人分不清自己真正是在保护谁。可一旦军人想明白3件事：第一，他们不是在为人民打仗；第二，他们也不是在为国家打仗；第三，他们是在为少数权贵，甚至是为习近平一个人卖命。那么结果会怎样？其实不难想象，到那一步就会出现2种选择：轻的是像当年徐勤先将军一样拒绝执行命令，重的甚至可能调转枪口。习近平要求军队绝对忠诚，靠的只有2样东西：不停清洗人，拼命封锁资讯。但问题是，中上层军官已经开始看懂局势，这种觉醒他挡不住，也是他最害怕的。这些军官很可能导致习近平及其家人被捕或被杀。如果这条命门被击穿，一旦军中出现变数，政权会在一夜之间失去最后的武力支撑，那才是真正无法收拾的时刻。习近平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回不了头的地步，这个体制被他高度个人化，所有责任、风险和怨气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现在不是他想不想退的问题，而是一旦退下来，整个系统就会先清算他。所以对习近平而言，继续撑下去是风险，退出更是死路一条。这正是他亲手把自己推到的临界点。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